韩国歧视中国游客，才玩第一关就崩盘；印度罕见力挺中国，哪儿这么简单呢？尹锡悦政府遭遇大麻烦。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天上观察室。此前，韩国歧视性的硬检中国游客，即便是在中方采取反制措施后呢，韩国也依然嘴硬丝毫不顾国内旅游业的死活。本想看看面对中国的反制，韩国能嘴硬到什么时候？结果近来呢，有消息指出，韩国硬刚中国的第一关就崩盘了。印度出入境部门要求韩国入境印度之后呢，落地需要配合进行肛拭子的检测，一时之间引起外界普遍热议。好几年都没有听到肛拭子检测了，被印度又拿出来了还是专门针对韩国人的。对此不知道韩国人对于印度这样的做法会有什么反应，但分析看来呢，去印度的韩国人估计会非常难受。只是韩国针对中国游客的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为什么会被印度给韩国下战书难不成是在力挺中国吗？韩国驻华大使馆一名高级外交官曾表示呢，韩国方面的防疫政策旨在保护本国公民仅此而已。可实际上明眼人也都看得明白他的真实意图就是在配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配合他们借疫情防控来恶心中国。而针对中国游客的采取歧视性的措施，包括强制性的要求进行核酸检测、挂黄牌等，反观对持续的爆发新型变异毒株的美欧国家的人员不设防，如此行为我国不止一次的警告过韩国。但尹锡悦政府显然是铁了心要紧跟美国的步伐对付呀面对我国的警告，不仅没有取消或改变还变本加厉延长了中国游客入境韩国的限制措施的时间。基于此，也不知道是不是韩国愚蠢还是愚蠢。那么连日本在看到形势不妙后迅速回归正常，避免遭到中国反制，而韩国却依然与中国叫板。以韩国国内旅游业对中国游客的依赖，尹锡悦政府能够坚持多久呢？可以肯定的是，最后投降的一定会是韩国。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大连洲水子国际机场对韩国人入境采取了带牌措施。从有关消息来看飞机落地后，空乘人员会给韩国的人员发白牌，要他们举着白牌走单独的通道去做核酸检测。既然韩国人坚持要给美国人当狗，那么中国也只能把该国人当成疯狗打。此后，印度针对韩国游客采取了限制措施。考虑到这个时间点，或许以为是在力挺中国，给韩国出新规矩，但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呢？韩国与印度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私人恩怨，就如之前的一起私人事件，韩国女主播在印度街头突然遭到印度男子骚扰是在韩国人的抗议和施压下，男子才被捕。后来印度人去韩国开始遭到歧视。韩国酒吧门口放着禁止印度与巴基斯坦人进入的牌子类似的事件还有很多。此次印度要求入境韩国人做肛拭子，想必也是有报复的私心。但不得不说从这个确实可以看出韩国人在世界上有多不受待见。除了美国，没人惯着他。毕竟呢，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不安分一点还嘴欠爱偷东西，也就活该被区别对待。而印度对韩国人采取肛拭子的措施之后，外界接连表示印度的做法值得借鉴，此举很可能会引起其他对韩国、对美国不满的国家的效仿。如此一来，尹锡悦政府怕是要遭遇大麻烦。当然，这是给美国当狗应有的下场。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